Hello， 各位小伙伴，我们从这个羊皮筏子还有喝下午茶完了之后呢，我们下午就来到甘肃省博物馆。麦帅哥觉得一个非常好的地方，给各位看甘博咖啡简餐。这里面呢，它是卖一些甘肃博物馆的一些文创，然后呢，它还提供了可以喝咖啡啊、休息的地方。这是人家的文创中心，这边是一个卖咖啡的地方，进来这边就是有空调了。这里的东西全部都是甘肃省博物馆联名授权的，品质上呢也比较有保障。前面是绿马和朋友们的之家，各位看，这是飞燕他们家的沙发，这是马，然后这匹马呢在打网球。给各位看，马踏飞燕他家，你看这个飞燕的窝啊，当文物当了几千年，终于有一个舒服的窝可以睡了。稻草人版马踏飞燕，马踏飞在黄河边喝三炮台。前面的这一个就是它的 logo， 这个夔龙只有一条腿来支撑，是《山海经》上面那种动物。这个是被投到国外之后又追回来的文物之一，这叫金饰片，全部是金子做的。这是甘肃博物馆排名第3的文物，从擂台汉墓出土的。这整件是一个青铜器，这是擂台汉墓出土的铜车马仗队。马踏飞燕原本是里面是其中的一个雕像，但是现在马踏飞红了之后就单拎出来了。这是一个古代快递小哥的形象，然后他的左上方呢握了一个封官文物，他的嘴巴是没有画出来的，所以他就表示帮送件人守口如瓶。然后这个现在呢是中国邮政代表的 logo。麦帅哥昨天去了大天梯山。然后其他的10几个洞窟的菩萨呢，全部都搬来这里了，因为这个洞窟已经有些被水库淹没了。这本来是天梯山石窟，也是甘肃省博物馆的国宝之一。这个佛像的头部的头发跟面相，都是这个犍陀罗文化，也就是所有辛大人的一个形象。这个是放佛骨舍利的一个石匣。然后最后才是舍利。这个是甘肃博物馆的颜值担当。好，这是甘肃的彩陶展。这是5500年前的陶器，上面有一个很好玩的图案，大家猜这是什么？
这是古时候的娃娃鱼古时候的先民因为觉得娃娃鱼能够在水里自由来去，所以被当作崇拜的一种动物，所以也是仰韶时期的一个国宝之一。好，这个陶器呢是甘肃省博物馆陶器颜值担当，刚刚看上面看起来很像是一朵花朵，是这个半山文化的最漂亮的陶器。好，这个旋纹呢代表的就是水里面的那个漩涡的形状。这个是彩陶馆的镇馆之宝，是一个人形的陶俑。说一句不太好听的话哈，我们南方啊，还有我们东方的一些博物馆啊，武汉博物馆，好，还有那个长沙博物馆，还有我们广州博物馆，等等博物馆，学人家甘肃博物馆。这才是一个过生活一个正确的态度嘛。每个人到博物馆之后呢，大家团队熙熙攘攘，然后争先恐后，然后挤着要里面看文物，要干嘛？那这样如果在博物馆的周围有一些这种可以休息的地方，一方面是不是可以把人员分散在这边？你看大家在树下喝咖啡、喝饮料的，这不是非常好吗？好地方。这个是我们今天住的饭店凯悦酒店，这酒店很好玩哦，它这里有个类似茅台酒的代理商，哇塞，简直是茅台酒的博物馆。这个是什么？大家知道吗？茅台上一轮的12生肖，这是最近很有名的中国名山。这个酒最高峰30个 W，6升茅台，这个是茅台这种传统品系里面容量最大的茅台。这个地方能够摆上那么多茅台酒啊，应该是有这个生意吧，可能是整个兰州最大的这个茅台酒经销商吧，厉害牛逼！给大家看看凯悦酒店的房间，进来就是一个衣帽间，然后这是厕所，这厕所分开的，然后这是浴室，有个浴缸，然后一个冲凉的地方，然后这房间标准双床。麦莉已经开始刷起手机了。好，这里是32楼，给大家看看兰州市的夜景。哇，好漂亮哦！我们现在这个麦帅哥的敦煌之旅、甘肃之旅呢，已经接近尾声。在这里呢，我们最后2天选择在兰州这边下榻，然后这是兰州的凯悦酒店。明天呢？麦帅可以来拍他这边的早餐给大家看看，也给大家参考一下，说如果来自己住的话，能够有什么的设施跟服务。好，明天见。好，这里就是凯悦的早餐了，给大家看看有什么品种。凯悦的早餐呢，一如既往的丰盛。奇怪了，在兰州，你只要吃到有名的那个牛肉面啊，每一家都很好吃。赶紧去吃，出发 ，Go！ 这个是他们的游泳池的健身中心，哇，可以看到黄河哎。好，这个是这边的更衣服的地方，他说要换鞋子才能进去。这里就是凯悦中心的游泳池了，然后这边有休息区，那这边还有一个小朋友玩的地方，应该是比较浅的。我接着来看他们的健身房，它健身房就在这个游泳池的旁边，但它是不相通的。哇，真的是不愧是凯悦饭店，这么大的空间，全部拿来健身。这就是他们的健身房了，哇，不错。哇塞，面对的黄河的跑步机，会不会太奢侈啊？不愧是这个兰州里面大概算是最高级的5星级酒店了。麦帅哥呢，这次因为来是6月中来的，所以其实呢并没有非常贵，它总共才一个晚上好像才不到700块钱，还不错。好的，各位小伙伴，麦帅哥呢，这终于完成了这次敦煌的9天之旅。然后呢，这次来到
甘肃省呢，我们一路从敦煌、嘉峪关、张掖、武威到现在兰州，总共5个城市。这次来到这边呢，给麦帅哥很大的体悟，就是这个西北的甘肃段的这一段旅程啊，我觉得文旅局应该是蛮用心的，因为一路上呢，我们在每个景点啊，他安排的都非常的恰当。比如说鸣沙山，你到鸣沙山呢，它其实就是有3种到那个月牙泉的方法啊。第一个，你可以坐骆驼。哦，这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刚好可以让你体验一下沙漠行走的这个感觉，而且它的所有的体验活动啊，就是都是在那个鸣沙山的山上。那第二种呢，你就坐接驳车直接到那个月牙泉的终点，然后第3个就是步行。哦，所以它的路径非常清晰啊，所以我们感觉说这个东西真的是安排的非常好哦。比如说敦煌莫高石窟啊，或者是天梯山石窟啊，还有一个是榆林窟，哇，真的每个景点的环境啊、厕所都打扫的非常干净，而且都没有那种奇奇怪怪那种黑导游啊。所以这一次呢，麦帅哥带我们这个家人一行出来玩啊，玩得非常开心。好，那我们明天就结束了这个甘肃之旅了。好，希望大家各位小班喜欢这个。那麦帅哥在这里也做个预告，麦帅哥的下一次的旅程呢，将会去到帕劳哦，也就是说台湾所说的帛琉。好，那希望各位小班敬请期待我们的旅行。那我们这次旅行就到这里喽，拜拜。哦，网卡没关系，别管了，你做你的。好。